今天这支影片啊，其实可以帮你找到拍影片灵感枯竭时候的一些解决方法，只要3个步骤，3个步骤啊就能够找到灵感涌现的来源，并且啊帮你获得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我也会实际啊让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点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嗨，大家好，我是Dawson，一个做了广告22年的创意人哦。要开始之前哦，一定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1个月以来我开始做 YouTube 影片，我做了多少事情哦。在这1个月以来，我做了15支影片，平均啊2天1支。那很多人就会问啊，你怎么样高产量、高质量的一直在创作？下一次我会拍一支视频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事情。刚刚我讲说我2天拍1支，你心里一定会想说，我哪像你一样啊，有这么多的时间？各位，其实啊，在这1个月当中，我不是只有拍影片，还要看书，我还要看电影，然后我还要教课，然后我还写了1本书，然后我还要当企业顾问，我还录 podcast， 然后我还要学东西，我谈恋爱、投资，然后还要运动，还要出去玩。讲完我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你心中一定会有个纳闷。我这么多的点子都从哪里来？所以现在我就要公开我灵感源源不绝的关键在哪里，其实就是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连接生活上面的一切东西；第二个步骤，抽离连接的一切，给自己一个完整独立的思考时空；第3个事情，其实就是分享我获得的一切，创作我的感受。这3个东西啊，看起来好像很虚，具体跟大家讲一下，每一个到底都在做些什么。我刚刚说啊，连接生活上的一切。其实我们每天都会做很多事情啊，我刚刚讲，我每天都会看书，然后常常看电影，然后跟人聊天，然后做很多的事情。这一切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啊，它都是创意灵感的来源。哪怕是我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它都可能是我的灵感来源之一。早上起来，我看到外面的窗，哇，好蓝啊！然后看到阳光，我就觉得好舒服啊。也许在这个时候，我心中就出现一个念头，这么美的蓝，这么美的天空，这么美的景色，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把它形容下来？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生活上的一切都可以做连接。看电影的时候，也许电影里面的一个人、一句话、一个台词，它都值得在我看电影的时候赶快把它记下来。看完电影以后啊，把这个内容进行思考。我们生活当中跟很多事情接触，跟很多人连接，这个每一个连接的过程，其实都是我创意的来源。如果今天各位你发现你没有创意的时候啊，只能说你在生活当中没有仔细去连接到你生活发生的一切。我在面试创意部的员工的时候啊，我都不会去在乎他的学历跟经历，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周末都在干什么？你没有上班的时候都在干什么？你的生活都在干些什么？当他在告诉我说，我的生活只有上班跟下班，回家睡觉、看电视、打游戏，基本上我就不太会用它了。但如果他告诉我说，我除了上班之外，我每天都很忙，我还要看电影，我还要去跟人聊天、去玩，我可能就会用它，因为你会知道这个人的生活是很丰富的。一个做创意的人，生活丰富是重要关键，因为他的所有创意一定都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连接你生活上的一切，其实就是用心的在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好，第2个点呢，抽离连接的一切，给自己思考的空间。其实啊，我们通常连接完这么多东西以后，你很难把这些东西给消化出来。所以呢，你一定要创造出一个时间跟空间，把你连接这些东西拿出来，仔细的再去反思一遍、反刍一遍。所以在这个反思反刍的时候，其实你就应该抽离出这个东西跟原本它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的《失之愈合》的电影，如果我一直在电影里面去感受，那其实它就是导演创作给我的东西。但我要抽离出来的方式呢，就是我把电影的东西放掉，里面的这句话放在我身上，它好用吗？里面的这个角色如果换成是我会怎么做呢？好，当抽离出来放到自己身上的时候，这个连结、这个创意就会变得更加与众不同。好，这个创作就会更加与众不同。所以你一定要创造出一个跟自己相处的时间与空间。那什么叫做创造出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比如说我在等别人的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看一看以后，我就把书盖上，然后开始去回忆刚刚在书里面讲的这句话，它用在我身上是什么感觉？好，那我在看广告影片的时候，看到这个段落还蛮有趣的时候，我就按个暂停，然后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他这么做？好，然后看电影的时候也会这么做。所以你要去创作出自己一个很独立思考的时间。那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我自己的时间通常在什么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其实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独立思考时间。我早上刚起床的时候，我在刚要睡觉的时候，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在跑步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只有我跟我自己一个人待着。而且我自己在跟自己待着的这段时间，
也许我还在做些什么，可是这些东西已经对我来说是反射性动作，我不用去记着，哎呀，我走路应该要先踏左脚还是先踏右脚，它就是人的一个习惯反射。当这个人的习惯反射出现的时候啊，其实它就是让你可以专注在自己的思考时间里面。我们刚刚讲嘛，一定要创造出一个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那空间是什么呢？其实啊，要进入到一个独立的空间，有很多方法可以来完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有个单独的房间，那你躲在这个单独的房间里面啊，你就可以做你一切想做的事情。又或者是你在上厕所、在洗澡的时候，不会有人进来，那这个时候就是你一个很单独的空间。不过啊，我不可能每次要想创意的时候，我就要找到一个单独的房间，或者是想创意的时候要跑去一个厕所，要把自己抽离的时候跑去厕所，不现实嘛。所以我都会戴这种全罩式耳机。每次我戴了这种全罩式耳机啊，我就会忽然有一种进入到自己独立的空间的感觉，哪怕这个耳机里面没有出任何声音，它都会让我产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存在。我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戴着耳机，很多人都会以为我听不到声音，然后跟我讲话，可是事实上我里面没有放音乐，我还是听得到的，但是它就是给我一个很专注的时间跟空间。好，讲完一个时间跟空间啊，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创造出时间跟空间来，比如说早上4点起床。当你早上4点起床的时候啊，其实它就是进入到一个很专注的时间空间，因为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打电话吵你，不会有人在这时候想要跟你讲话。好，那这个时候就是用时间来换取空间了。早上凌晨4点起来，最著名的例子呢，就是 Kobe Bryant， 他早上4点就起来开始练习，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会有很多东西来干扰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在深夜里面创作，很多人都会听说创意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我现在渐渐的不喜欢在深夜创作，因为太困了。这个困的状况也让我没办法思考。好，所以基本上我都会比较早起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讲完这2个步骤啊，接下来第3个步骤就更重要。第3个步骤是什么呢？是分享我获得的一切，创作出我的感受。好，那什么叫做分享我获得的一切？我刚刚不是讲吗？我们的连结、灵感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然后呢，我们要抽离出来去思考，这个东西跟我之间关系是什么？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我在我的人生上面，或者在我的生活上面，或者在我创作上面给我的一些想法？当我抽离出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就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我要去思考，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别人看。好，那给别人看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方法嘛。现在有很多形式可以做，比如说你可以写字，你可以拍照，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写诗，你可以聊天，你可以录影或是录音，这些东西都会变成是你分享的方法。这些分享的东西都会有相应的平台可以来做分享。更重要的是啊，是你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分享的这些东西，到底谁想看，谁想要，他们到底要什么啊？比如说之前我分享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影片，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想哇，如果今天我是那个霸凌的孩子的父亲，我会怎么做？当我想到这个问题之后啊，我在想啊，那是不是有很多的父母其实都在面临跟关于霸凌这件事情这样的沟通？那我想，那我就要做给他们看。所以当我很针对要做给他们看的时候，我里面讲的话，我都会思考着，我怎么跟他们讲，他们听得懂。这几天在凤山，有一个霸凌事件，那支影片就瞬间浏览量就暴增，就是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产生了需要。所以啊，当你在分享你想要获得的一切，你的感受的时候啊，先在意第一件事情，别人要什么。当讲别人要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如果当别人在跟你抱怨一件事情，其实啊，你不要当做他在跟你倒垃圾，你只要把这东西记下来，你就知道原来这个人有这个抱怨啊。那我想一想，我的灵感口袋里面有没有东西是可以帮到他的？好，当你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给到他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获得他心中那个抱怨的解答，好，可以帮他解决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啊，只有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给他东西，给他帮助他的东西，他会感恩。分享你们的获得，其实你们要记住这句话：懂得分享，你才会有价值。那讲到了这3个点啊，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连结生活上的一切，抽离一切，给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分享我获得的一切，创作我的感受。好，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啊，为什么我把这个内容呢放在好书开读里面？因为今天好书开读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本书啦。好点子就是一直来。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呢？因为啊，我一直以为我创作22年，我的灵感源源不绝啊，都是我的天赋。没想到啊，不只是天赋而已，因为我跟这个作者有一样的生活习惯，有一样的创作习惯。这一本书里面在讲的啊，其实就是一个创作人应该要有的创作的生活形态是什么，他的心态是什么，他的生活模式跟习惯是什么。当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之后啊，你就可以跟创作者一样有源源不绝的灵感。好，我们今天就来拆解一下今天这支影片的脚本到底怎么来的。我这一个脚本的灵感来源来自于这本书，然后我创造出来的时间呢，是我在吹头发的时候。然后每天看10页而已，非常简单。我怎么样把它抽离开来？
当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我看到哇，原来他在讲的很多东西跟我的生活创意是有关系的。我这个时候就会自己待在一个地方，书不就放下来了吗？开始把刚刚书看到的一些东西都写下来。在写下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个东西怎么跟我一样？这个东西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哈。然后，所以每一个章节的感悟，我都把它给记录下来，就发现这件事情我怎么做的？他书上怎么写的？当这些东西抽离开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啊。结果呢，我就在上网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很多人在抱怨啊，就灵感已经枯竭啦，影片都不知道拍些什么样的内容啊。于是乎呢，我就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一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华呢，拿给大家看？好，那个精华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连结跟抽离嘛，就这两个点。但是呢，因为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连结不是两个字，是连结我生活的一切。抽离呢，其实也不只是抽离出来思考，我的时间跟空间呢，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抽离的一个方法。更重要，我加了第三点，如果我不把它分享出来，这个东西永远都只是我的大脑。所以呢，这支影片我就大概整理出了这样子的脚本内容。那再来就是要创作啦，所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刚刚我讲的东西整理成一套方法，整理成一套流程，然后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就会看到这支影片创作的过程啊。大家在看我的频道当中，你就想哇，为什么有电影？为什么也有好书开读？为什么还有跟好朋友聊聊天嘛？各种不同的内容出现。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灵感来源啊，都是我跟这人聊天的时候我获得的有趣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再抱怨自己的创意已经没了嘛，自己没灵感没创意，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的生活，生活完了有感受了，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分享出来，因为分享才是获得。把你吸收学习到的这些所有创意来源、生活来源，进行自己的内化跟反刍，进行自己的思考，然后创作出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加分享。我们现在有一个种子共享计划，会把利润的20%分享给订阅我的人。如果你想要知道更详细的，请在我下面的编辑内容当中可以看到很详细的内容。今天这影片就到这里啦，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给你很多帮助。我们下次见，拜拜。